Hello， 大家好，今天是4月11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了。美股又要出现神奇九转了，在周线出现后，美股出现了2周的强力反弹。那如果下周日线也出现九转，会不会和之前一样见顶下跌呢？这个九转能不能形成？英伟达在黄金后出现了大涨，但现在面临重要选择，得小心190的价格压力，蛇口左侧进入买入区间，这个周线反转形态能否形成？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板。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313期的视频。那么阿哲呢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会讲到指数目前的一个环境观察。市场呢，在经历了2周的强力反弹之后，来到了一个关键的价位附近，同时也可能出现神奇九转信号。这个价格压力呢是23000点，之前呢它是一个支撑点位，而后被有效跌破之后转为了压力。那么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高位逃顶之后也画过很多的支撑区啊，但因为下跌趋势支撑点很多时候只是反弹，所以一个个被跌破。那么我们也讲过，在反弹的时候，这些曾经的支撑会转为压力。不过近期的反弹太过于强劲，直接把邻近的这2个压力区呢给突破了，目前来到了第3个压力区23000点这个整数关口，所以这里呢在下周我们要小心一些信号的出现，比如说神奇九转。而后对于某些压力位如何去判定是有效的突破，阿哲今天也要再次重申一下，包括我们日内变盘点。那么下周呢，在日内15分钟哪个点是我们的第一个变盘点这是我们要去明白的。而对于指数环境有所理解之后，我们再看到第2和第3部分是关于个股的解析。那么阿哲呢会讲到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Huawei、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AMD、HOD、APP、SOXL、Circle、Meta、OKO、PLTR、Coin、美光和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解析。那么依旧希望今天的视频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您是新同学，首次来到阿哲频道，那么阿哲呢有一个温馨提醒，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目录当中的内容比较多，所以阿哲视频呢一般会偏长一点所以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个内容您都感兴趣，需要去完整的观看，所以阿哲呢也把每一个内容呢做好了一个时间轴，画好了段落。您呢只要在下方看这个段落拖动就可以看您最优先想要看到的一个内容，希望这个设置能够帮助到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一部分，什么叫神奇九转？那么它会不会形成，以及它形成之后会出现什么效果和什么结果？这是我们今天要去重点讲到的一个内容。往往第一部分大家尽可能不要跳过后面个股呢可以跳但第一部分呢是我们很关键的一个指数分析这个一般是不建议跳过的。我们目前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那么这一个指标呢叫做神奇九转，目前你图表当中看到的这个标了1到9的，这是一个传统指标，就大家随便打开一个交易软件或者说分析软件，您输入神奇九转那么基本上应该就能够调取得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市场呢已经在最新的周5的 K 线当中出现了一个7号 K 线，也就是说后续2天只要保持一个条件的延续，它就会到9了。那么究竟能不能成为9，我们在周2的时候其实就能够见到分晓。好，那我们先明白它究竟是怎么样出现这种1到7的 K 线的。其实在上涨当中，它出现这个条件的时候是很简单的，就是只要有一个 K 线的收盘价比4天前的收盘价是高的，那么后续连续9天都出现，那么它就能够识别1到9的一个产生。那比如说你看1号 K 线，它的4天前是谁这里是它的1天前、2天前、3天前、4天前，4天前的收盘价在这里，那么1天前的收盘价，那么今天的收盘价在这里所以它呢是比它高的。那么后续不管是2、3、4、5、6、7只要呢收盘价比4天前高，那么它就会保持这个数字的连续，而一直到9就会形成我们所传统看到的神奇九转了。那么曾经呢多次产生过九转，而每一次阿哲基本上都有提到，所以这个信号是阿哲呢经常也会去关注的。像当时这个高点就是九转的产生，当时是不是也是一波连阳出现的上涨，而后也是呢很快速的把之前下跌的一半跌幅给修复了。好，那么这里当时是不是也到九转？九转之后也出现了一个下跌行情。好，那么市场这一波加速也是一样的，加速来到了九转，而后出现了一波下跌行情。包括这个九转一出现，立马呢第2天暴跌。好，这个九转出现，市场呢陷入了震荡。所以曾经呢在上一年所出现的每一次九转都出现了调整，那么明显下跌的有3次相对震荡的有1次。
所以这是我们近期所看到的一个九转。那么现在在上涨途中又出现九转，那是不是也要引发我们的关注呢？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这一次的九转能不能形成，好不好形成。我们知道它的条件就是第8号 K 线，它是不是要跟4天前比？那它的4天前是谁呢？是吧？1、2、3、4，也就是说8号 K 线跟4的收盘价比，你觉得这个它会不会跌破4的收盘价？是不是很难跌破啊？除非周一呢是一根这样长的阴线啊，那样的话呢8呢就不形成啊，所以呢这个可能性就极低极低啊，所以不管8号 K 线怎么走，是不是9成9的可能性它都是8号 K 线？那么到9号 K 线就不一定了，因为9号 K 线所对比的一个价格它不是4了，它是5号 K 线，5的收盘价在这里。所以9号 K 线只要不是说有一根阴线跌破5的收盘价，那么这个九转就形成。所以周二的九转，阿仁认为90%的概率应该是能够形成的啊。如果不能形成，那到时候再说啊。目前大概率能够形成。好，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讲到的。好，那么这个九转形成之后，它的一个特征就是上涨九转形成容易有高点衰竭的一个风险，而下跌九转出现呢，它容易有这个下跌衰竭的一个机会出现啊。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九转。在之前我们讲到的下跌9是吧？我们在本月月初讲到的下跌9，那么就是周线上所形成的衰竭，而后产生了周线级别的一个上涨行情。所以当下我们对于九转的形成，它的原理有了一定明白之后，那有一些小细节我们实战当中要去关注的这也给大家去讲讲。就是九转一旦形成，除了代表会衰竭之外我们最好能够去做一个确认。比如说像当时这个九转产生，你不可能说这个9一出现你直接买吧，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比较风险，因为当时还在下跌。好，那9之后呢，它虽然说衰竭，但是没有任何一根止跌阳线出现，你这种情况下去抄底风险性比较大。你会发现它延后了好多天，是吧？延后1周才出现止跌阳线，才出现上涨。你要是9出现一直直接抄底，那风险性是比较大的。所以正常来讲，出现九转之后我们会去看一下，就市场会不会出现这种衰竭信号比如说价格在形成九转的时候，它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跌阴线。那么出现九转之后呢，第二天就是一个负阴线也叫做呢乌云盖顶 K 线它呢就是有明确的一个信号出现了这个时候我去卖股票，是吧？这种叫做我们在实战当中去卖股票时，你可以因为9去卖，也可以呢在9后等一个明显的阴线去卖。好，还有一点就是在九转产生时，一般会产生一个支撑和压力区。我们来看到之前做一个案例市场呢能够产生一个9，就说明它是一个多方强势一个市场因为呢它要涨9天，而后每天都比4天前高，那肯定呢多方很强势。好，9出现时一般说明上涨衰竭，但很多时候这个衰竭它只是一个回调而已。那我怎么去区分它的回调下跌会不会影响趋势？正常你就要看到九转上涨的时候，它的形成9之后它一般往回看，它的起点的位置可以算是一个支撑线。好，也就是说图中这个白色线都是它的支撑线，这支撑线呢一般是有止跌的作用，或者说支撑的作用。价格后续只要调到这里不跌穿或不有效跌破，那么往往代表的是一个上涨回调机会。所以当时这个9产生后的下跌调整它都没有碰到这个点，所以整体趋势是没问题的。好，那看到这里价格走势是一个上涨回落跌破，但是第二天快速收回来，后续是不是基本上只有假跌破？股价呢又有一个行情。好，这一波股价下跌，它是不是也是打到了这个地方，而后止跌出现反弹但可惜它只是反弹，后续呢还是给跌破了。所以从这个九转开始，我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上涨它已经是容易改变趋势的一个下跌，而像这一个上涨的九转，它的下跌它就没有击穿这个支撑线所以价格走势在这附近，是不是它意味着它是一个回调，那么就是看涨的。所以当下也是一样的。如果能够在这里形成一个九转向上形成9第一个小心它是一个容易衰竭的下跌容易出现高点的一个风险点。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支撑线在这里。好，价格只要不跌穿它，那么就说明它形成了一个上涨结构。那么这里呢都定义为回调，后续呢依旧能够找买点看涨。当然前提是得要先形成个9不形成的话呢，这个支撑线就没有用。好，那反过来之前这里呢有一个下跌九转我们当时也有讲过，这个下跌九转如果出现了，那后续它其实是不好的，因为跌了9天都比现前低空方比较强，它后面只能说反弹。好，只要呢这个压力线不过，那么这个地方它的上涨都定义为反弹。好，所以目前你看一下这个地方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阳线突破后续最好是能够站稳当然如果突破之后立马跌落，那就还要小心这个压力就还有效。那么这里的上涨就先定义为一个反弹后续呢回调不破这个线往上突破，那么就
定一个上涨结构形成压力位的突破我们可以用这个九转定一个压力，现在在哪呢？这个压力是22,906.72当下呢在第7号 K 线还没有去有效的突破。当然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光头阴线也不是有效突破因为它是一个10日星涨上去，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有效突破。所以当下在一个压力区附近之前的九转压力区附近这里要出现一些九转信号的话，就同样小心。那么以上呢是对于神级九转它的一个形成原理和我们在交易实战当中呢注意的2个重要事项，一个是酒后一般来讲你最好等一个确认信号，另外一个就是九转产生形成的时候，它一般上涨的九转会有一个支撑线，下跌九转会有一个压力线，而当下的上涨它是来到了之前九转下跌的一个压力线上所以这个地方出现了滞涨是很正常的现象。而这里如果不能有效突破，那么自然而然这个地方它依旧是定义之前的下跌，它仅是一个反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第2部分，叫压力的有效突破。那么对于某一些关键压力产生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到价格突破了，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假突破，所以对于这种突破呢，一般我要怎么去更好的识别呢？比如说像英伟达所产生的黄金坑破位以及呢像很多有些股票最近产生破位之后的下跌，出现反转。像曾经呢我们说过这个地方是一个导停缺口支撑区，但是不是它也跌破了，但跌破之后它还是反转了。所以对于某些支撑价格我们怎么去定义它是一个有效的破位反转？好，这里呢阿哲就用我们上期视频所讲的龙门线来做一个教学。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中呢，我们这里依旧保持一个黄色 K 线的信号说明目前呢它还是跟之前像这些地方一样的，是一个多头进入到了一个狂热的狂躁的一个区域是一个超窄的一个区域。这种地方呢说明再买股票就相对的是一个高风险区域了。所以当下的黄色 K 线我们依旧保持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之前上涨你减仓了的，这个地方肯定不能加回来没有必要在这种地方加回来。阿哲的观点呢还是同样的，就是当前这里是没有必要去买股票的不管它这里后面是涨还是跌没有必要在这里买股票。我们应该找的是什么呢？价格在上涨之后确定这一个黄色飘带趋势反转之后的一个回调买点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好的买点。那么这个买点呢会产生一个动作叫做回调，那回调呢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支撑在哪里。好，所以这里我们再相对补充一下它的支撑点位，一个是龙门线，一个是下方飘带飘带呢已经再次呢由黄色转为紫色，是吧？连续的黄色飘带我们说它是一个下跌趋势。好，那当下转为紫色飘带就说明由下跌转为上涨。那么下跌趋势的特征就是股价它反弹是吧，容易遇到压力所以每次反弹黄色飘带都是压力，只有出现趋势容易反转的时候它才会去过飘带。好，所以目前就是过飘带的这一过程。好，过完飘带呢不要着急，你说阿哲会不会这个地方不买它直接涨有可能，但概率很低，而且哪怕有这种可能，它其实总会在后续给到你机会去在飘带附近买进的就类似于我们今天一直举的例子，是吧？在一波黄色飘带中你不可能每次下跌止跌你都去做反转，而市场反转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不可能就能够低位重仓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你能够在这里重仓，你肯定在这个地方就重仓了，是吧？你早就被套了。所以最近这一波上涨能够满仓吃到的人呢，他必然不是在最低点重仓的人，他很多时候是高点就重仓了，前面这些低点都重仓了这一波上涨他才能够吃满但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刚刚解套，是吧？那些人呢就是高位没有跑，或者说中途提前抄底而且重仓，那这个时候他刚刚解套，那他确实重仓吃了一波反弹但对于正常人来讲，就高位逃顶了，中途呢只是小仓位博弈一下反弹的，到这个地方也有小仓位的，是吧？他的就是小仓位吃了一波反弹，但是整体来讲，它的收益它整体所面临的亏损绝对比之前或者说最近说自己满仓吃到这个反弹的人9成9以上都比他们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能够满仓吃一波这么大的反弹的小概率事件，大概率呢就是之前被套，而后才刚刚因此而解套的。好，所以这一波上涨它其实当时也涨得很汹涌，是吧？这一波上涨，哪怕你说我完全踏空也没关系价格走势后续转为紫色飘带不也一样？回调就找买点嘛。真的有行情，它其实不会说只是一波的，而如果没有行情呢，那其实就会后续的下跌，把龙门线跌破，把飘带跌破，那就说明这里还只是一个反弹，后面呢还会破低点，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买了。所以接下来你要看的是什么？就是龙门线、飘带会不会被下跌时击穿？那么反过来就是说，目前的压力有没有效去突破？好，那么对于突破，我们怎么去定义有效？
现在你所看的这个龙门线作为压力的话，我们知道周三是一根阴线是没有突破的，所以周四和周五是2根收盘价过了压力线的一个突破。那么过2天这个地方还不能算有效突破。一般呢，我们对于龙门线的突破或者说某些压力的突破，我们会看2天的时间。突破的第1天关注，突破的第2天好找到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不是之前那个压力了，而是我们所看到的这2根 K 线里面高点区偏高的这个地方将会产生一个短期的压力。这说明股价如果在冲破一个压力位的时候，它的动能一般会持续释放2天。这个2天时间是个观察周期，而这2天内形成的一个高点呢，将是一个我们所定义的容易衰竭的一个点位的参考。如果多方它对于这个压力位的突破不是有效的，那么在2天之内就会产生衰竭。这个衰竭意味着这2天形成的高点是很难再去被突破的，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往下跌破，而很难再往上去突破。这种就说明这个压力位并不是有效突破。而有效突破压力位，它需要有一个动作。我们来看之前所产生的这个龙门线附近的价格，比如说之前的无效跌破，无效跌破就是它这里跌破了1根。好，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衰竭啊？这一波跳空下跌，跌破龙门线，怎么样去看衰竭？就2天时间，跌破第1天啊，这是第2天就涨上来了，所以说明这个地方就不是有效跌破，是吧？跌破第1天啊，第2天就涨上来了，这肯定不是有效跌破。所以在龙门线附近支撑跌破无效，这种是黄金坑。好，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有效跌破的，是吧？像这个地方就是有效跌破，价格呢跌破了第1根，再跌破第2根，2根里面呢，如果是无效跌破，它这里应该止跌，但你会发现它只是个反弹，没有站上龙门线，又继续下破，所以后续股价呢，在这一根 K 线啊，它只要不突破，那么龙门线都是压力，这种就是有效跌破。有效跌破，市场继续还有下跌空间。而市场在往上走时，怎么看有效突破？价格突破第1根，突破第2根，正常如果是无效突破，这里呢就是衰竭，那高点呢就是压力啊，所以这个地方当时呢震了一下，往下落，但它其实已经突破了3天了。好，那么只要是有效突破啊，一个呢是它在这里依旧能够向上，另外一个就是龙门线会变成支撑，所以价格这一波上涨回调是吧？当时这个缺口是没有回踩的，它直接踩龙门线，踩飘带就止跌启动了啊，所以当时这里就是一个龙门线附近所发生的有效突破，由长期的压力变成长期的支撑。所以当下呢，我们最强势的表现就是，价格走势下周依旧突破，哪怕形成九转，但它只要突破了，那么这个龙门线就是支撑，而九转所产生的回调，只要不破龙门线，那么市场下一波这个回调后的止跌上涨就是更强势的一个向上，那么有机会往前高去看。而假如这个九转形成的时候，它并没能够收盘价破这个左高，甚至呢连之前这个九转的压力线都没破，是吧？而反向把龙门线给破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龙门线不是有效突破。那么往下干嘛？往下看这个紫色飘带能不能撑得住？如果紫色飘带也撑不住跌破，那这一波其实就是一个反弹啊，你就不能够随便在这里去加仓了。所以当前呢，我们就要注意了，一波上涨有利润，该跑得跑，该高抛得高抛。当然，再怎么右侧，你也出现一根阴线之后，得要了结了。因为你无法去确定一点，就这一波回调究竟撑不撑得住啊？如果龙门线能撑住，那就基本没什么问题啊，甚至呢都不用卖。好，那如果龙门线撑不住，要看飘带啊，飘带撑不住，那这一波就是一个再次的破底行为了。那你没有必要说等飘带撑不住再卖吧？到时候到飘带的时候，你也一样的，也是一样可以看2根 K 线啊，2根 K 线基本上就是衰竭点临界的地方。就正常这种跌破飘带啊，跌破1根的，第2天涨回来的，这种基本上就是假跌破，是吧？假跌破。这种其实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行情出现，所以只要市场呢它真的是反转，那么后续肯定会有机会。而如果它不是反转，它只是一波大跌之后的反抽确认，那么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你一定要高抛的点。所以如果它是反转，未来会有机会再次上车；如果它是反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风险点啊。所以不管是反转还是反弹，第一波上涨之后，其实解套或者说获利之后，我们都应该做的是获利兑现的一个行为。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神奇九转和压力位是否有效突破啊，做了一个简单啊，但是应该还算详细的一个讲解。那么如果是老同学听到这，可不要忘记啊，为阿哲视频照常点上啊您日常的一个小红心啊，日常的点赞，感谢您照常的一个支持。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宽裕，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视频底下留下您的宝贵评论。当然，如果您是位新同学，
是首次来到我们频道的，那么阿哲希望大家不只是点赞评论，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也可以呢点击我们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会显示已订阅的一个字样，就说明您已经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了。那么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技术分析一起探讨美股的行情。而如果您想要以后每期视频都不错过的话，也可以顺手把这个订阅下方有一个全部铃铛全部点开。在点开之后那么以后阿哲的每期视频在发布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弹窗提醒到您。那么在此呢，感谢您首次相见就能够订阅阿哲频道。而对于首次订阅阿哲频道的同学，那么阿哲呢有一些见面礼，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评论。那么第一重福利呢，就是刚才大家所看到的上海趋势图了。就目前你所看到这个图表，这个指标模板呢是阿哲平时所用的比较多的，看个股、看指数分析都会用得到。像其中的像黄色 K 线，刚刚所讲的其实就是一种高点的一个信号不管呢是出现在哪个位置，只要是黄色 K 线，那么黄 K 消失的时候，都是你应该做短波段高抛的时候。而如果出现蓝色 K 线的地方呢，都是短波段要注意可能出现机会的地方。白色 K 线呢是波段超低的地方。那么像纳斯达克指数本次的一个下跌，是它这一波黄色飘带下跌的一个行情，出现过2次蓝 K， 一次呢就是这个时候出现一个反弹，另外一次就是本次3月底出现了蓝 K 白 K。所以这一个上海趋势图在很多点位上可以帮助到大家黄色飘带说明下跌趋势，蓝色飘带、紫色飘带说明是一个上升趋势，它是一个对于趋势识别以及价格点位识别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如果您是今天刚看视频然后首次订阅的同学，现在可以看到视频的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您点击这个弹窗卡片就可以找到阿哲的助教老师您跟他说您是今天刚订阅的同学，他呢会告诉您怎么去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的一个指标模板，这是给大家的第一重福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是日内的变盘点。日内变盘点呢是阿哲给到我们订阅粉丝同学的第2重福利也是我们的盘前广播。每天美股开盘之前，阿哲都会写到的一篇行情广播一些简单的文字表述。那么其中里面有一个部分是我们日内的一个变盘点。纳斯达克指数15分钟，阿哲认为某一刻容易出现高点和低点的时间，阿哲会把这个时间变盘写在这个盘前广播当中。那像我们最近的4月9号的盘前，阿哲写到了3个变盘点，9点45、11点半还有2点15。那我们看到实际的一个行情走势，像9点45呢是一个反弹的高点2点15分呢是一个上涨大涨周的回调低点，那么11点半呢是一个上涨的中途，这个呢可以理解为一个加速点。当然这种点位一般会比较难以去识别，因为它是比较小概率出现的。而很多时候7成到8成的一个变盘点呢，要么是反弹高点，要么是回调的低点。好，我们继续来回顾一下曾经讲过的这个变盘点的强弱、多空两者的一个识别。我们之前讲过，如果一个变盘点它出现高点变盘之后，它的回调是不破左低，是一个上涨回调的话，那么后续所产生的变盘低点正常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做多机会，至少日内上市。那比如说我们所看到的9点45分是上涨回调之后所出现下一个变盘点它并不是一个破底后产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容易出现是多方的机会。而价格是一波强势上涨后下跌回调出现的低点变盘，那是不是也是多方的一个机会？所以只要我们目前的变盘点还保持着低点变盘上涨更强，高点变盘下跌偏弱，那么这种行情走势呢，就依旧说明多方在日内还是强势的，空方还没有完全的进行一个占领优势。而等到有那么一刻，你发现15分钟变盘点高点出现后是快速下跌，而低点出现后是小反弹，那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日内开始要识别到空方开始变强，目前是还没看到的目前高点变盘呢，它下跌还是一个回调，是吧？没破左低我们就要看一下，在下周一的时候，这个低点我们在昨天盘中阿哲这边是凌晨1点如果是美股呢是下午1点出现了一个低点变盘，是吧？一波高点下跌到1点钟，那么这里呢是一个低点变盘，目前这个上涨看着还是有点弱，所以有可能周一的时候就有出现空方转强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低点变盘后的下一根 K 线要出现新高才行，因为下周一的第一个变盘点就是阿哲这边香港时间的9点45分第一个15分钟 K 线，这个15分钟 K 线如果不是向上创新高，那么这里就容易出现一个低点变盘之后它不破左高，而如果后续它下一个变盘点是破了左低产生的低点变盘，那么它的节奏就会从刚开始的上涨强劲回调弱势，
转为反弹下跌，反弹下跌啊，就要预防这种出现在日内提前的预警啊，所以下一个变盘点最好是向上新高。那么那个变盘点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在日内走到神奇扭转，在日线出现神奇扭转之前，目前日内呢还是强势的。而如果下周一的第一个15分钟 K 线它没有新高啊形成的时候，那这里要小心了。那里是高点变盘的话，往下只要破了走低，就说明空方变强啊，多方开始在日内走弱。当然，这些变盘点呢，主要是作为买卖的时候做一个参考。整体呢，我们的一个格局还是要多看一下日线和周线。那么以上呢是对日内变盘点的一个告知啊，下周一的第一个变盘点还是第一根15分钟 K 线。而关于下周一的其他变盘点，阿哲依旧呢会在盘前这个写在我们的盘前广播当中。大家如果是订阅同学都可以去找助教去领取每天的盘前广播。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个股解析环节。那么在此之前，阿哲还是正式的给我们的新订阅粉丝同学讲一下我们的4重福利究竟有什么。在大家订阅阿哲之后特别是首次订阅同学，当然如果您是之前的老同学但没有领过的，都可以找助教去领一下这个福利。我们的福利基本上每年会有所更新今年呢目前是4重福利。第一个福利是上海趋势图的1周体验权限第二重福利呢是盘前广播这个点位的预测，还有这个时间变盘点。第3重福利和第4重福利都是我们的内部课程这些课程所分享的知识点和内容都是公开视频当中、公开课程当中所不去提及的。一个是美股期权课如果您对期权感兴趣，或者说想要学习也可以去听，这是我们内部才会开展的另外的就是我们每周呢也会有固定时间讲一下更加深入的技术分析、更加系统的技术分析的课程。这2套课程您在订阅阿哲之后都可以在下周的周2到周5去参加。像技术分析的课程呢是周2到周5早上的10点然后美股期权课呢是在周2到周5的下午5点钟，这都是香港时间，大家记得换算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课表。下周我们的技术分析主题班课叫做双底猎手趋势买入的全攻略。当然我们对于这个趋势的分析，刚才其实在第1部分、第2部分讲了一部分但是具体行情怎么走，我们现在只是一个预判。所以下周呢，在每天收盘之后我们也会根据收盘的一个情况到时候在香港时间早上10点做一个复盘和作为技术分析讲解。这些内容呢都是专门对于粉丝订阅同学和财生同学去开办的，我们不公开去讲，那么只会是一个小班课程。所以大家在订阅阿哲之后呢，记得在右上角的弹窗小卡片当中去及时找到助教，然后报名参与我们的课程以及领取4重福利。当然在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也日常呢会有置顶一个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大家点击评论区的置顶链接也可以找到助教这2种方式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您是订阅粉丝同学，没有领过4重福利的都可以找助教去领取。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订阅粉丝同学的一个见面礼了，感谢您的点赞、评论以及订阅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和第3部分，对指数有了一个明白之后，那么当下我们再看到个股解析。所以阿哲最近所讲到的个股买卖点方面，一般我们都会这么去说就是因为指数目前位置比较高起，而你无法特别明确这里是一个反转，因为它还存在一些隐患，2次回踩未确认支撑的有效性，以及关键压力也并没有确定突破的有效。所以对于个股来讲呢，如果之前是跟随上涨的，比如说像谷歌，比如像 AMD Meta 等等，我们之前标了绿色块的，现在依旧还是看涨因为指数后续如果是回调，它依旧还是能够看涨的。但当下的位置你再去加仓不太合适了。所以我们可能会转向如果你说阿哲第一波踏空了，我还想要买股票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可能你要去找就是还没有启动的，或者说指数涨多了之后，有一个股可能刚启动的那些股票呢，能够作为一个下一阶段去考虑的机会，就是指数回调时它可能会补涨，但那个可能性会比之前我们做Meta、AMD、谷歌等等的概率会低一些些因为呢指数大涨时它没有涨，就说明本身有点很多人没有怎么去关心所以这个时候后续补涨呢本身也是一个有点带运气的一个可能性。所以这种买点呢一般就偏左侧我们一定要做好仓位的分配和心态的管理。那么目前这种股票有哪些呢像其中的特斯拉以及Circle这2只股票，还有微软这3只股票其实就算是这种类型的。我们先来看到第1只股票是特斯拉。那么当前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股票走势日线图表。
特斯拉呢，其实它已经走到了一个相对关键的一个窗口期因为它已经回补了前面的启动缺口。我们说过，缺口的每一次回补都容易产生一个反弹的力量。当然，这一个反弹力量呢可大可小，这整体呢还是要看一下当时那个地方的整体订单。好像之前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大的缺口被回补之后，市场产生了一个比较强势向上的力量。好像之前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被回补时呢，它只是产生一个小反弹。好，那么当下呢是第3个缺口，所以每一次这个缺口被回补时，我们要关注一下它整体的向上的动作、向上的力量。因为目前的美股呢，它的环境跟之前不一样。之前这个地方它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止跌后的快速上涨因为当时的美股它的一个系统性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明显当时也没有那么乱市场当时还 OK 的。然后后续这一波下跌时，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它很弱呢？因为当时美股其实也很弱，就不是它弱整个美股市场都挺弱，所以这个回补之后它其实也是个反弹。好，那当下为什么可以呢？有概率出现更强于之前的反弹，就是因为目前的美股它出现一个很强势的上涨，这个时候必然呢有人是踏空的，这个时候有些股票呢比较高，像闪迪像一些股票，他们就有可能有些资金会寻找之前低位没有启动的所以特斯拉呢这个地方回补缺口之后出现的这种机会是可以去关注的。当这种地方大家注意了，它一般是偏左侧的偏左侧的，就是左侧和右侧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讲过很多次了左侧就是股价在下跌时还没涨，我们只是在某个区间去确定它这里是一个关键支撑，而后去买入股票，这种是相对左侧的。右侧呢就是它不只是一个关键区间，它还确实出现了一个上涨而后确实趋势反转了这个时候我才去买。所以左侧一般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右侧呢可能就是股价反弹突破某些压力位有效转支撑回调时那个地方是右侧。所以当前的特斯拉这种就属于左侧买点就是因为回补了缺口就是因为这里有支撑，所以我去看涨。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缺口的地方和前面低点的这个窗口当做是一个重要的支撑区。特斯拉只要不跌破这里，那么这里面都可以作为一个我们设置买单的一个地方，而我们的止损呢就是收一根阴线，把这个窗口给跌穿。好，那这个时候我就要跑了这个时候左侧就不存在这个买入机会了，因为它的支撑我们的理由没有了那么在这里如果还有支撑这里没有跌穿之前，它就是一个左侧的买入区间。好，对于右侧来讲，当然这种其实就算是埋伏嘛，就你要做好呢下跌买入、下跌加仓的一个准备，一般仓位要控制。右侧的话呢，等一下我们看一下上海趋势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上海趋势图的图表如果右侧那肯定不是现在的买点因为它是一个黄色飘带黄色飘带产生的时候它不存在右侧买点，所以右侧买点一般就是紫色飘带作为多头的右侧买点。价格如果是黄飘带，你的买入基本上就是左侧的你可以找所有理由，任何理由，但是你的买点只要是黄飘带就属于左侧的，就你要做好它还会跌。好，右侧的话呢就是大概率趋势形成而后市场回调时它不容易去破左低是吧？所以我才在这种地方去回调找买点是吧？我认为这个紫飘带的地方它是上升趋势，所以它不容易破左低，所以我在这种飘带附近找左侧买点设好止损，目标呢就是走趋势看趋势，这种叫右侧。而很明显当下这个结构它肯定不是右侧，因为它还是黄飘带，所以价格走势它得要突破转飘带再看右侧。目前指数呢是走快了一步是吧？它呢是慢所以它有可能在指数后面要走第2步的时候它又走第1步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去做埋伏。当然这个地方是左侧的，如果你要更保守更求稳，你可以等右侧是吧？突破飘带回踩再看一下能不能踩得住再去看涨。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所看的特斯拉它的一个压力呢，首先看到这个飘带363.202，以及呢飘带上沿380.925，一般反弹第一个目标就是这个地方。很多时候左侧的买点它失败的原因就是右侧的压力存在，右侧压力过不了。之前我们其实也有讲过这个九转的一些左侧买点。那么当前阿哲把这个九转调出来了之前呢在这个前方是有一个上升九转，上涨九转出现时它这里是个支撑线嘛是吧？支撑线之上出现的九转其实很多时候机会会比较好一点是吧？当时这种叫左侧，左侧买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反转很难反转，这个一上去飘带就下来，一上去飘带就下来，它这就反转不了，所以当时这个左侧买了之后就感觉很不对劲是吧？这种就要小心。好，而后到龙门线附近这个地方有支撑九转出现又买了，又是右侧这个压力又过不了，所以左侧买入之后呢，你要知道了，
它就是容易出现失败的，因为左侧本来就只是一个支撑衰竭去买的啊，右侧呢就是一定是过了某些压力位，所以在压力位之前买和之后买，它本身其实就很大不同。所以当下就是市场它首先左侧买进之后，第一个狼入虎就是这个飘带啊，所以这个呢是要作为关注的压力位。那么下一只股票我们看到英伟达，目前我们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日线图表，英伟达其实还是存在这个压力位附近啊。我们在上期讲过，就是它当前面临一个压力，这个压力其实就是左边的这个影线。但这个压力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去看右侧还是左侧呢，就看各位的风格啊。左侧的话其实就上涨就高抛就行了，右侧就是等一个明显的下跌阴线。当然你可以左侧高抛一部分，右侧设一个防守位，最低价格这是一个防守位啊。或者如果出现加速长阳之后，我可以用它的一半是一个价格啊，收盘如果跌破，我再去做右侧的卖点。好，所以当下呢就在一个影线的压力区间啊，这个区间如果能够过，那下一个压力其实就是上方这个影线。就任何呢存在上影线之后快速下跌的，基本上都可以作为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像比如说之前这个地方，它存在一个上影线，价格快速有阴线下跌的这个地方，其实就说明这个影线必然有套牢，是吧？它其实就很简单一个技巧，很简单一个逻辑嘛。冲高有人追涨啊，特别是有些突破的地方，冲高有人追涨啊，追涨之后回落套住了，第二天大幅下跌啊，这个时候其实上面的人肯定被套了。好，后续下跌反抽解套就容易卖股价就容易跌，是吧？所以当时这个高点啊，这些地方其实就是容易有套牢盘的啊，包括曾经这个地方出现长上影线，是吧？下跌快速套牢，反弹解套啊，卖股票清仓，是吧？或者说这个抛售啊，会有一部分的卖盘出现，股价下跌。好，所以现在也是一样的，价格呢之前这波反弹套了一部分人，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套牢盘啊，向上这里呢将会出现卖盘。好，卖盘强收阴线就卖股票啊，或者说彻底清仓，把利润拿到手啊。如果你目前已经高抛了，只剩下一点啊，或者说就留一些底仓，那这个时候没有出现这种 K 线的话，就等呗。如果突破，那就看下一个这个地方影线啊，所以这个影线的地方有套牢，这里也有套牢，所以这个地方看一下抛盘强不强，不强往上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目标了。所以这是对于我们的英伟达一个压力位，我们也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上海趋势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上海趋势图。英伟达其实整体放大来看，它还是一个震荡的箱体当中啊。之前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坑呢？是吧？因为它是有一个蓝色 K 线，至少超跌反弹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它又是一个跌破左边，因为左低是一个震荡箱体，震荡箱体本来就是一个支撑点嘛。好，所以跌破之后啊，是不是看两根 K 线啊？一天两天快速的反向，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假跌破啊。所以当时为什么说是黄金坑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只是它这个涨势确实因为指数强势反弹的原因，所以导致价格很恐怖啊，是吧？我们当时是想看20回踩，不过它就盘中回踩了一下啊，盘中回踩没有收盘回踩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把握起来就比较困难啊，一不小心可能就卖掉了啊。所以当下我们再来看到它其实也是突破龙门线两根 K 线啊，突破两根的话，所以这里呢作为衰跌点啊，这张影线在这里，如果这里还能收阳突破，那其实目标位呢就直接看到下一个影线的地方。啊，所以这里能够突破，它要么直接到，要么就回调龙门线再到啊，所以这个地方就看一下能不能过190啊，它刚好最高价就在190那里，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上海趋势图啊的一个表现，像什么蓝 K 啊、黄 K 啊，效果都是不错的。大家如果手用股票，你平时分析还是感觉比较困难，看不太懂，技术面上呢不知道怎么去用，那么您都可以装一下这个上海趋势图啊，当然前提啊，您必须得要是订阅粉丝同学。您点击订阅之后，看一下视频右上角有一个弹窗小卡片，点击后找到助教啊，就可以安装这个上海趋势图了。阿哲相信它绝对能够对您产生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好，那么这里呢，我们看一下龙门线的价格是183.01。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行情，我们先看到日线上，日线其实没有太多改变，它就还是一个震荡的行情走势啊。保持震荡，但是价格没有走出这个特别大的一个反转结构了啊，因为之前我们说的这个结构是吧，它不应该反弹这么高。之前这个结构如果它要出现的话，是不是差不多仅限在这里啊？它应该是往下破，然后确定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要走继续的下跌了。那么周线的一个支撑呢就撑不住了。不过目前它还没有走这个动作，那么就说明它的目标位还没有完成，那有可能是要看一下左边的这个高点。是吧？我们要特别小心。就如果你做短线的话，那就无所谓了。你如果做中线，
那你要注意，如果它出现这个动作的话，其实就说明中线的一个方向出现了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继续看空啊比特币。如果没有的话，那这里要看一下它的目标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如果没有这个动作，你要看一下它的目标。首先第一个就是继续往上推这个左边高点啊，如果向上再破，那么其实就是这个通道了。这个通道破的概率其实阿哲认为就不太高了。好，我们再往下看是周线图。周线图我们之前说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撑压的转换？它突破之后啊，目前又回来了啊，回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关注它的支撑效果，目前是有支撑的，但力度其实还是一般般啊，因为它还是走了一个运线啊，运线内走震荡，这个其实是很墨迹的一个行情啊。这种行情之下呢，除非你做日内做短线还好，是吧？它可能有一些操作空间，但如果做这个中长线以上的去做这种交易的啊，特别是做现货的。那其实这个其实就比较墨迹了，是吧？它整体来讲方向是不明确的，我们就看一下它这个撑压转换能不能撑得住啊。如果走出日线上的那个结构，首先第一步就是更大概率要去探一下之前的低点啊，而后如果破了，那其实就是继续往下了，它这个支撑其实就没用了啊。目前这里就是有支撑，但是止跌不强啊。运线的话，止跌就是一般的，它得要有运线上破才能够确定这个周线止跌。那么以上就是特斯拉、英伟达、比特币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 Core 位。目前我们所看的是 Core 位的图表，Core 位呢，它这些走势是吧也开始变强了，飘带呢变成一个紫色带。当下呢，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龙门线的突破是否有效啊？因为龙门线呢，它是作为一个压力，曾经的这2次都到了龙门线附近，出现了一个滞涨而后回落，没能突破龙门线。那么当下它是再次挑战龙门线啊，而后它是收盘过去了，而且是10个点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强的，但它还是突破了第一天。我们从时间来看呢，必须要看一下下周它有没有衰竭，如果衰竭的话呢，看一下2天的高点啊是否能突破，不能的话往下就容易破龙门线，然后再去看飘带是否能支撑。如果这个龙门线和飘带有一个能支撑，那其实都还好，那就有机会去转向上，或者说这个震荡会脱离啊。所以当前我们来看一下龙门线的一个支撑是 97.688， 然后飘带支撑呢，它目前的下沿是在 80.782啊，所以要关注的是后续的动作。而现在你想的不是追涨啊，这里肯定不能追涨。我们来看到下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话，它是不是也是走到了第7转啊，甚至9转？所以很多股票，特别是 T 巨头，大部分情况下还是跟指数保持同步的啊。你会发现指数是不是到7转，它也到7转，指数呢也是黄 K， 它也是黄 K。所以当前走到这里呢，你可以左侧高抛，右侧的话其实还没有出现卖点啊，因为右侧的要收阴线，把这个黄 K 跌破啊，是吧？目前还没有出现一根阴线比昨天低点低的 K 线。好，但它的飘带转为一个紫色，而后龙门线在下，所以它的整体结构是比指数好的，因为它的龙门线没有有效跌破啊。之前这里它是跌破了1根2根就反转了，所以这里其实也是个黄金坑啊，无效的跌破。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啊，谷歌是要关注的，因为它是第一次回踩龙门线，第一次回踩，那么这个地方又有白 K， 那其实这个机会其实就比很多股票要好把握很多。它不一定是涨得最多的，但它其实这个买点是比较好把握的。那第一个好把握的买点啊，如果你没有把握到，那么第二个好把握的买点呢，就是下一次的飘带回踩啊，看一下它的止跌行情。飘带的支撑在 298.265， 到时候我们再看。下一只股票，我们来看到甲骨文。甲骨文的行情走势就没什么好讲啊，因为它还在盘整，还在震荡。那它会不会也跟特斯拉那样有左侧的买入区间呢？它的话呢，算是有，但是它的支撑是龙门线附近啊，但它目前是没有特别有效的跌破啊，因为它在龙门线破了白 K 之后啊，一直在震荡啊，没有方向啊，所以一般般啊。如果要选的话呢，还不如选特斯拉呢，虽然都很弱啊，但特斯拉至少还强那么一点点啊。它呢是很早之前就转为了黄色飘带啊，很久之前就跌破了这个龙门线，龙门线已经向下了啊，所以它也没有出现日线的特别明显的这动作。那当下呢也是对于一波反弹之后来到了飘带，并且反弹之后还继续破了低点啊，整体是比较强势的。就当下行情指数这么反弹还能破低点啊，这是比较弱的。现在是个股，我们再看到 MSTR，它的结构也是一波上涨之后转为紫色飘带，但是回落的时候没有回踩支撑有效啊，所以当下又转为了一个黄色飘带。那它会不会是一个大级别的2次回踩
啊，当前呢要看一下这个黄飘带是否转为压力啊，当下其实已经转为压力了。如果它是一个下跌反弹，继续黄飘带有压力，再往下破走低，它其实就很容易是一个黄色飘带再次的一个延续啊，就不太好啊。这个白 K 可能就是一个反弹而已。从周线来看，它其实是一直顺着啊这个黄色飘带在向下的，而价格走势呢是刚刚在这个地方止跌，是因为之前左侧就有一个密集震荡区间，它是又来到这里。好，我们最好等待在这个区间附近出现了周线的强势止跌。周线目前是连续白 K 啊，但是它没有特别明确的止跌行为啊，至少这附近白 K 是没有出现仿包的啊，所以我们最好等待那么一根 K 线出现，再去日线找买点。黄飘的一个压力呢，它现在是在 134.985 以及呢 129.233。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微软，微软的话它就像是一个左侧支撑区域啊，我们之前讲过的左侧区域，它跟特斯拉类似啊，就是一个支撑点再加上一个缺口。好，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左侧区间，这个左侧区间内呢出现了一个白 K 的突破，所以这里属于左侧的一个买入点。买入之后呢，我们下一个买点我们说是要突破飘带，然后回踩不破，这个作为右侧买点。左侧正常来讲买1-2次啊，仓位呢放到3成，最多最好不要超过4成，那么就差不多。一旦跌破这个区间，收阴跌破啊，我们就要小心了，左侧应该走。所以左侧的风险呢，就是2-3成仓位啊附近这个区间的一个止损，然后右侧我们要等待它突破。目前的一个上沿是 383.543 啊，当下呢依旧还没有突破啊，所以就等待它下一步的动作。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博通 ABGO 啊，博通的话就特别的强劲了，这一波上涨很超意外啊，可以说大概率是一个反转了，类似于Circle的当时第一波上涨。好，这一波上涨是直接把龙门线突破了，而且突破了3根，在1、2、3第3天还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加速冲高啊，所以龙门线是有效突破，然后有缺口。所以未来有机会这里往下回踩，基本上就会形成一个共振，就飘带和龙门线的叠加，类似于 MD 的那一个买点。好，那么这种地方的买点就是确定性会更高一点的买点，而这里如果跌穿，那么就不要买。所以当前呢属于第一波啊，第一波上涨有黄 K， 你应该选的是在这附近找止盈点，而不是加仓，而不是追涨。好，第二波机会呢会在飘带，目前已经是有效突破了，所以比指数要强一些些。337.508啊，未来在这附近找缺口和龙门线和飘带的共振支撑，再找机会。下面我们再看到 AMD 啊 ，AMD 它其实就类似刚才所讲的那种结构，就是价格下跌反弹一波是吧？突破飘带啊，然后龙门线，然后飘带啊，整体支撑在这里，然后再次启动，这种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啊，我们说比较不错的二次回踩的一个机会。第一波上涨其实不算很强，因为它突破了1天2天之后是下跌的，龙门线不能算是有效突破，但飘带也没有去有效跌破，是吧？跌破1根2根就起来了，所以当时这里的运线上破啊，出现了这一波上涨，它的买点其实还是挺好找的。价格在突破龙门线1根2根之后，还继续往上啊，继续突破啊，所以当前呢是龙门线有效突破，飘带有效突破，所以这种就是都转为支撑啊，所以底下呢后续可以做趋势啊，就类似于曾经的这种向上行情，你做它的回调其实都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回来的时候确实要止跌啊，所以当下看到这个支撑 216.357 和缺口附近啊是 222.098。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和甲骨文是类似的格局啊，就整体是偏弱的，然后它是跌到了之前的一个周线啊，算是高点的地方，我们来打开。它是不是一波下跌啊，然后转为了一个九转，再加上一个蓝色 K 线，然后其实是跌到了之前周 K 线的左高突破的二次回踩。回踩呢不代表就一定能撑得住啊，我们一定要等待蓝 K 的突破反高啊，我们要等待蓝 K 的突破反包才行。这里其实已经是超跌了啊，各方面的超跌，但是就是多方没有来，所以它整体就显得很奇怪啊，很弱。价格呢也没有突破飘带啊，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就很左侧，最好等右侧的交易点吧。右侧要等突破啊，72.623后的价格走势，目前这里就还是偏弱的。现在这个股，我们来看到 APP 的行情价格，它是不是整体是一个二次回踩的这种感觉啊？价格向上，然后二次回踩踩得很深啊，但是目前还没有跌破。那这里会不会是二次回踩呢？它是有这个机会的，因为下方的下跌动能是有所减弱的。好，那么价格走势当下，那不管是不是二次回踩呢，我们还是寻找右侧的这种机会，
因为右侧机会呢，它的风险性不算很高，而后年的止损相对也比较确定。价格走势要有一个向上的有效突破飘带，否则这里离飘带太近了，你买入之后很容易遇到压力。所以价格走势看到飘带，这里是403.785，以及呢432.128。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半导体3倍做多啊，它呢又新高了，价格走势也是跌到了日线的龙门线附近，出现了一个假跌破啊，第二天回来出现上涨。所以龙门线的股价走势呢，只要是一波向上长时间是多头的，它到了龙门线附近，我们其实就可以找一下它的一个机会了。从周线来看，它也是一个紫色飘带是吧？向上的过程出现了蓝 K， 目前这里出现了一个向上新高啊，单边加速黄色 K 线，所以这里就属于趋势重新回归啊。价格走势它是一个三小顶吧啊，然后它又是个黄 K， 所以这里肯定不是追涨点，千万不要在加速的时候才想追涨啊。我们一般比较建议的是回调找买点，以及呢在超跌的时候找买点，而不要在超买的时候加速的时候去找买点。那么下一个机会呢，要么是回踩前高啊，要么是回踩飘带，飘带的这个支撑56.886。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Circle的整体价格走势，它其实有点走的不太好了，在日线上。但我们之前说的是周线啊，周线可以看，周线是由黄色转紫色飘带，所以周线呢是有转多头的一个需要。而日线呢，它主要是跌得太强了一点，所以直接跌穿了，跌穿之后反弹黄色飘带，目前这里它只能算是左侧啊，绝对不是右侧。那左侧交易点是因为它是一个九转，好，九转左边有九转，右边有九转，所以这个地方的九转的支撑线呢之上有出现九转，所以这个附近我们去找买点，不过不能随便买。我们其实就整体来讲，差不多是这个支撑区是吧？77.8作为最后的支撑。这里如果收阴线再跌穿，那之前做的那么1-2笔的买入左侧就要走了啊。如果不是，那么这里没有跌穿，那么在这里只要产生再次的买点就继续买。我们之前的买点是什么呢？就是9号 K 线和77.80是吧？这附近都可以作为买点。你不是很细致的话，你其实就不用管这个日内怎么走，所以只要跌下来在这里面买就行了啊。作为后续的话再买的话，最好就等这个运线上破啊，再作为加仓啊，而后续的右侧买点加仓点是要等到它突破这个飘带之上。我们看到龙门线102.944啊，如果飘带的上沿呢是109.528。下一只个股再看到 Meta 的上涨也进入到了一个黄色 K 线和神级九转的第7根 K 线，它呢目前是突破了飘带2根，但是没有站上6号的高点，所以飘带突破还不能定义有效。价格走势在飘带突破时呢，也要注意了，突破第一天、第二天它的压力不能过，它就还是黄色飘带啊，所以目前它还是黄色飘带。股价下跌，如果跌得很快的话，其实黄带不一定会转为紫色带啊，所以它也是龙门线之下黄色飘带，它不算是特别好的趋势，比指数可能都还差一点点。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OKO 啊，它的话其实就跟刚刚所讲的甲骨文这个 HOD 等等的差不多啊，整体是弱势的。虽然左侧呢跌到一个震荡区间，所以它有止跌周线你会看到都一样跌到了这个左侧的这个高点附近所以有止跌有九转，但就是止跌力度呢还不够只是超跌，但是没有启动。当下这种股票做右侧会比做左侧好，因为左侧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弱一点，所以右侧呢等突破白 K然后回踩看能不能转支撑，再去看机会。这个黄色飘带上沿是 55.107。 下一只个股看到 PLTR 呢又再次出现了这个空方的一个市场，它是再次破低点黄色飘带所以在出现这种黄带冲高回落，我们上期就讲过，这个地方其实就不太好了，有一根负阴线是吧？市场走那么强，你走了一个冲高回落，这个地方就小心是一种反弹的出货行为，所以这种就要彻底放弃念想，就不能再去砍这个单了就应该直接跑了。所以这是负线，我们负阴线的一个卖点。目前就还是黄色飘带下跌趋势，周线来讲呢是九转之后反弹继续下破周线也出现了一个负阴线所以相对来讲空方炮威力比较大，要小心，不能随便做多因为当下呢有一个影线变长，所以最多看一个小反弹，然后继续还得往下看。我们来看到 Coin 的整体也是跟 PLTR 类似的，下跌九转反弹黄色飘带冲高回落下探，当前没有破走低所以黄飘带的一个威力呢还没有体现，这个趋势是否延续？如果破走低，那后续飘带其实就继续看下跌走势，目前还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能撑得住，收一根止跌阳线，可以去搏一搏，它会去突破飘带啊。所以价格走势这里附近要止跌，不止跌破底的话就不太好了。飘带的压力呢是在哪个地方？176.485以及呢187.852。下一只股票是美光，美光的整体价格走势，它也是破了飘带2根，而后存在压力，目前没有有效突破。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注意了，飘带没有有效突破啊，我们一旦出现阴线，那么就容易破飘带啊，回补缺口。它呢在存储当中已经开始有点走弱啊，所以我们比较多看的可能是闪迪啊，像它这个结构啊，它是出现了一个下跌上涨再破，所以这种地方是已经有一些颈线位的跌破了。这波反抽更先确认啊，如果这里跌破飘带，那么它其实整体还是有下跌空间的啊。我们来看到它的支撑下沿是386.415，这里黄 K 一旦消失破位，把飘带给跌破的话，其实这个位置空方更加有优势。我们看到下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突破龙门线第2根啊，所以处理是一样的，一呢是看九转，2呢是2根 K 线高点设压力，这里如果收阴转跌啊，缺口回补，它就说明龙门线不是有效跌破。后面看一下龙门线的回踩和飘带回踩，龙门线呢现在是225.051，飘带的上沿是214.622。那么以上是4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啊！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